我现在在山东泰安，今天要去爬泰山啦，骑上一个小电动车，出发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泰山了，很巍峨高大呀。音乐走。五岳独尊，东岳泰山，我来啦！后面就是泰山了。门票145，从这边坐车到中天门，坐大巴。下了吗？你不说，你快上下了车的时候。山上不让带无人机，把无人机寄存在那个小卖铺了，20块钱寄存费。然后今天索道也不开，必须要爬上去。加油加油！坐车15分钟到达中天门了，如果走路到这里起码2个小时。这个中天门只是半山腰，还要往上爬到南天门才行。但是今天6、7、8 3天索道不开，索道开的话是100块钱。现在要从这里走路上去，全部是台阶，要开始爬山了。师傅，您是走上来的？走了多久啊？2个小时有吗？没有。啊，那你走的挺快的，走的多热了！你看，今天泰安的温度有30多度，不过现在是阴天，还好一点。你看这个地方是中天门了，老板，你这水为什么卖这么便宜？为什么？我早知道你这儿卖2块钱，我还干嘛背这么多水啊？你看看，矿泉水2块，朋友们。再来就知道了。在山下不要背水上来了。再来就知道了。那黄瓜多少钱呀？黄瓜10块钱3根。啊，好累呀！这条道叫御道，从秦始皇汉武帝开始，历代的皇帝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走的就是这条路。爬到武松亭了，这儿有个飞来石和五大福松。秦始皇当年爬山封的这个五大福松，他爬到这里看到有5棵松树在那里啊，他说真是5个大丈夫。但是时代久远，那5棵松树已经没有了。后来在清代的时候又补种了2棵，所以现在5棵松变成2棵松了。对松山这里有一个万丈碑，在那个悬崖绝壁上有一副题词，那个是乾隆皇帝题写的诗。这后面就可以看到南天门了，南天门在那个位置，2个山的中间，这就是一会儿要爬的路。这个是泰山18盘最难走的路，从这里上去要2小时吧。今天是6月9号星期三，我是下午1点钟才开始爬山啊，到达中天门已经是1点半了。泰山18盘，下起开山，上达南天门，全长800米，垂直高度400米，石阶1600个，势如天梯，是泰山标志性的景观。升仙坊，从这里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南天门了。18盘最后一盘了，马上到了。从中天门到这里2个小时，终于要到点了，南天门啊！再也不想爬泰山了。爬到这里想到几个跟泰山有关的成语：轻于鸿毛，重于泰山。登泰山而小天下。还有什么呀？再想想。泰山北斗。回看一下我爬过的路啊。泰山18盘。看看这南天门后面是什么样的。这边是有个通道，是去做索道的，但是今天索道没有开。在山上全是爬上来的，意味着，哇，这是一个通道啊！哇，这后面是别有洞天。从这里看看景去，这里有几个寺庙。东岳庙，东岳泰山。
哇，这视野一下就开阔了。那边还有往上的呢，观日出的，可以住宿的。这边全是酒店啊，各种宾馆。晚上我就住这边吧，一会儿去找个地方。哇，这里是后山的索道，看看这一圈有些什么。五岳独尊，昂头天外，这就是泰山最高处了啊！上面是玉皇顶。我现在在泰山的山顶，在山顶上一览众山小，视野特别开阔。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是什么样的啊！那边就是刚才上来的路啊，这下面这条路就是18盘，那里是18盘的起点。18盘是泰山最陡的路了，坐索道从那里就上来了，坐索道只要10分钟，18盘要爬2个小时，累死了。那边是南天门了，这边就是天街。天街上可以住宿啊，很多宾馆、饭店。从天街还可以继续往上走，那个地方才是泰山最高处啊！去上面看看。五岳独尊那个石碑，那里拍照的人很多。从那里上来就是到了玉皇顶了，这里就是泰山最高的地方了。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啊！正对面供奉的是玉皇大帝，有个小院子。看泰山极顶1545米，泰山最高峰。泰山在5岳中并不是最高的啊，它只能排到第3名。西岳华山和北岳衡山的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，它们的海拔都比泰山要高。但是为什么泰山能叫做五岳独尊？因为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，就历代的皇帝都会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。还有很多文人墨客也写下了很多诗篇。这个地方是泰山著名的仙人桥，在2个峭壁之间夹了3个大石头，大石头互相挤压在一起啊，掉不下去，太神奇了。Hello。底下是悬空的，这个地方叫詹鲁台，有很大一块巨石。传说孔子曾经站在这个地方瞻望鲁国，写下了那个名诗，就是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咱们也瞻望一下，这里视野很好，果然是登高望远的好地方。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雾蒙蒙的，看不到很远。这里有一个海日奇观，这里也是早上看日出的地方。来泰山都要看日出的啊，看一下日出时刻表。现在是6月，算是1号到11号中间，早上4点43左右日出。这么早就要起来，泰山拱北时，像一个炮弹要发射了。突然之间就下雨了，这山顶气候变化非常快。我现在泰山山顶，早上4点钟了，现在去看日出啊。现在山上好多人呢。今天是6月10号，星期四。昨天晚上就住在天街的宾馆里面，看早上看日出的人群。现在往山顶走啊，还有10分钟左右吧，到山顶。看一下山脚下泰安的夜景。哇，很多人，这应该是晚上爬上来的吧，在这里坐着休息啊。看这个看日出的人好多呀。现在4点半了，到了观鲁台这个山顶啊，看看山顶好多人呢。还没出来之前定好，下边有4点50日出，还有20分钟。哎呦，好这儿，这个山顶，玉皇顶是一个点，
这个观鲁台也是一个看日出的点，这边人最多了，都在这儿挡风的呢。哇，早上山顶上风比较大，但是也不怎么冷，像我都没有穿大衣啊。哎呀，找个高一点的位置。哇，这边还有人啊，那边人更多。山顶也不怎么冷啊，就是风有点大。我穿的一件薄外套，还有个短袖，裤子是一个速干的。山上还有租大衣的呢，那边还有照相的呢。这么早过来帮人照相，全是坐的人呐。这大石头上全都是人，还有那边悬崖边，后面是一个电台。那边是看云海的，也有人。天越来越亮了，还有5分钟。看看现在的天象，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没日出了。今天是阴天，都5点10分了。现在这人都舍不得走啊。我本来还在这儿架着排岩石呢。今天是阴天呐，可以看出前面那个山啊，若隐若现的，云太厚了。看看网友们拍的泰山日出吧。5岳独尊，昂头天外，这就是泰山最高处了啊！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下爬泰山的攻略吧，还有花费情况。爬泰山一次要花多少钱？先看一下这山顶上有些什么啊？那边是看日出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地方，那个叫詹鲁台，看日出的绝佳位置。然后我现在站的位置是玉皇顶。这就是泰山最高处了，海拔1545米。那边有5岳独尊的石碑，那里也有住宿的地方，就在山顶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是当时孔子来的时候，在这边观看鲁国，就写下了那个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那首诗。泰山的登山路线有好几条呢，东门、西门、南门都有的。大部分人走的都是南门，也就是这个方向。泰安市区也是在这里啊，从市区直接到这里很方便的。而且这条路呢，是古代皇帝泰山分散的时候也走的这条路，所以叫御道。这边登山也有2条路啊，一个是红门，一个是天外村。红门就是纯粹徒步的，徒步往上爬。天外村就是可以坐大巴，先坐到中天门，然后再往上爬。徒步的和坐车的到达中天门就汇合了，然后从中天门出发，也可以坐缆车，也可以徒步上来，到南天门这里，然后又重新汇合了。吃饭住宿都可以在南天门这里啊。如果你的体力好，你可以选择纯徒步，从山脚爬上来啊，只需要花一个门票钱，115块钱。你也可以像我一样。坐大巴车到达中天门，然后再往上爬。大巴车是30块钱，或者说从中天门坐缆车上来100块钱。山顶的住宿最便宜的1晚上100块钱，是那种一个房间里高低铺放了很多床那种啊，一个床位100块钱。
我昨天住的是个小单间，只要180块钱。吃饭的话，早餐是10块钱，管饱的，油条、豆浆。买水的话，山顶的矿泉水是8块钱，可乐是15块钱。但是中天门半山腰那里，买水只需要2块钱。大家爬山的时候，不要在山脚下背水上来啊！大家可以去到中天门那里买水，因为那里水也很便宜啊。山上还有黄瓜和西红柿，都是10块钱3个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泰山的山顶上，前面这亮灯的地方是天街，那个位置是南天门。往这边转一下，哇塞，这个就是泰安的夜景。站在泰山山顶上看泰安，这个夜景应该很少人看过吧？只有晚上住在泰山山顶上才可以欣赏到。泰安就在泰山的山脚下，为什么叫泰安呢？是国泰民安的意思。面对这个美景啊，我想大吼一声：泰山，我来了！现在已经晚上8点1刻了，看看山顶上是什么样的。店铺都开着呢，也不怎么冷，不用租大衣啊。晚上刚才下了一场雨，现在空气特别好，希望明天早上不要下雨啊。住在山顶上就是要看日出的，我就住在这边。这是天街的牌坊，和泰安的夜景合个影吧。泰山也可以夜爬的，晚上过来爬，晚上7、8点出发，爬6到8个小时，爬到山顶正好看日出。在泰山山顶上住宿，都在天街这一片呢，就是南天门往上走。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我住的地方啊。这里的房价平时还稍微便宜点，节假日的时候非常贵。我住的是个单间，一晚上200块钱，好几间房呢。这边都是标间，这是打地铺的褥子，我在里面呢。这边还可以洗衣服，这是热水。我住在这最里边，单人间，打开灯看一下，就这么小一个地方，怎么样啊？这也就是5平米左右吧。这里有个小窗户，看一看啊。前面有个电视，但是我没有看。这里有网，但是不能用。这床单被罩，哎呀，大家都懂的。反正我晚上是没有脱衣服啊，就这么睡了一下。早上天亮了，该去吃早餐了。带大家看看泰山顶上的早餐什么样啊？这里有一个10块钱随便吃的早餐点，门口正在炸油条，还有豆浆、稀饭之类的，进去看一看吧。这条街上都是统一的价格，都是10块钱早餐，管饱。麻花、大饼、馒头、油条，这是咸菜，还有鸡蛋，鸡蛋是单收钱的，10块钱3个。这边还有喝的，豆浆，还有米饭，米汤。我喝个米饭，一个萝卜丝，吃2个油条，不够再去拿，反正是10块钱管饱的。早上吃饭的人还挺多，早餐挺划算的啊。油条是刚炸的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陕西了，今天要去爬华山。看身后这个就是华山了啊，直上直下的，确实非常高。著名的西岳华山，自古华山一条路啊，爬华山是很难的。但是现在有索道了嘛，咱们直接坐索道上去。这个是北峰索道。今天是1月2号啊，刚过完元旦，属于免门票期间啊，淡季游华山非常的划算。然后这个索道票45块钱单程。华山地图，我从北峰这里坐索道上去啊，然后再去东峰、中峰、西峰、南峰这些地方转，然后西峰那里也有一条索道呢，
它俩的区别呀，就是西峰坐上去啊，直接就到了最高峰了，然后一路下坡。如果从北峰坐上去的话，就是还需要再爬很多台阶的。但是北峰索道要便宜点啊，西峰索道比较贵。我从北峰上，坐索道了啊！哎呀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淡季期间人非常少。这索道建的非常的高，然后看这里有一个瀑布也被冻住了，这个叫冰瀑。哇，可见这里晚上的那个温度有多冷啊！然后大家看，这下面是有一条登山路的，这叫智取华山路。当年解放军解放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走的这条路。华山是以险著称的啊，你看这个山都是直上直下的，雄伟壮观呀！怎么样？一下索道就到北峰了啊，北峰的山顶，这里海拔1614米。哎呀，这里还不是最高的啊，还要爬到那个东峰才是最高呢。从这里爬上去还得2、3个小时呢，毫不费力，现在就到了北峰了。这里拍照的人很多啊，有一个华山论剑的石碑可以拍个照。金庸华山论剑啊，这个是西峰，这个是东峰。东峰看日出，西峰看日落，中间是那个南峰。它的形状像一个元宝啊，所以叫元宝山。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全景啊，这里也是华山那个宣传册上拍照的位置。现在要顺着这条路到对面的东峰去啊，正好这里有一条路，先从这里下去。这路确实有点陡啊，要抓着两边的铁链子。这上来容易，这下的时候确实还不好下呢，不好下，一定要抓紧。哎呀，下的时候你看看，这真的是垂直的，90度的啊！哎呀，还好不是很高啊，我这样转过来下吧，转过来这样下。哦，这样就方便了嘛。哇塞，华山果然名不虚传呀！今天天气不错啊，挺风和日丽的，也不怎么冷。这个是北峰上面的住宿啊，晚上可以住在这里。山上也卖很多饮料之类的，方便面。哇，还有鸡蛋什么的啊，肉夹馍，还有各种饼。坐索道上来的还没饿呢，如果是爬山上来的话，就要在这里吃点东西补充下能量啊。现在我继续走，这里有一个北峰顶的石门，可以在这里拍张照纪念一下。这山顶上小卖铺还挺多的啊。再往前走就到了叉耳崖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块石头啊，就是你要贴着它紧紧的走，感觉要把耳朵插上一样，所以叫叉耳崖。就这窄窄的一条路，我看能不能插到耳朵啊！我的耳朵，哎呀，我去，现在要走这条路了，这个叫直上云梯，垂直上的啊，这条比较高一点。我试一下，哎呀，完全是仰望，手抓紧这个铁链。哎呀，这2条路呢，旁边一条，我这里一条。这老年人不能走这条路啊！哎呀，上去以后是个大石头。山上这块巨石像一个大象一样啊，这个大象那个小象，所以叫母子象。因为它上面有2个洞啊，一个像太阳，一个像月亮，所以又叫做日月岩。华山是一个道教名山，这里有王母宫、三元洞，也是供奉道教神仙的。
走到苍龙岭了，这是登天云梯。苍龙岭是华山第3险啊！看啊，就从这里一条路走上去，这两边全是悬崖，只有中间这一条路。这边悬崖，这边也是悬崖。幸好这两边有栏杆呢，不然的话，谁敢从这里走呀？栏杆高一点可以保护一下。从这下面看看，窄窄的一条路，而且这个栏杆很凉的，手往上一砸都冷死了。冬天来爬的话，最好戴个手套。啊，那个就是北峰，从那里走过来的。这里只能一手人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地方。据说唐朝时候那个韩愈走到这里就没有路了嘛，就把他吓得回去了。哎呀，这就是韩愈投书处啊，因为太吓人了，把书都丢了。这就是华山的这个苍龙岭啊，华山第3险。看看冬天的华山啊，看这个大绝壁，这个落差相当的高了啊，雄伟壮观。马上就到顶了啊，在这儿休息一下。然后前面呢也看到一个冰瀑布，完全被冻住了，这瀑布流速那么快的水都能被冻住了。这里又有一个天梯，一路上这是看到的第3个了吧？这种直上直下的。我们走这边，确实很陡啊。走到金锁关了，到这里基本上爬了有4/5的路了吧。然后这边上呀挂了很多红布条，起伏的啊，然后有很多的锁。如果是情侣爬山的话，就可以在这儿挂一个，情比金坚的意思。也可以祈求平安健康，主要是讨一个好的寓意。然后这个山的对面啊，有一个仙人，大家看啊，对面这个山，你看这里是人的头，这是他的鼻子、嘴巴、眼睛，他的肚子在这里，然后脚在这里啊，这是一个人躺在这里，像不像呀？旅游秩序，请勿随手。这金锁关的后面挂的才叫个多呢，看看这个锁和红布条，这是有多少人挂呢？然后从这里开始啊，就分两条路了，这边是去东峰的，这边是去西峰的。我先去西峰啊，吃个苹果吧，补充体力呢，还能减轻重量啊。看这边上全是雪，今天大太阳，天气很好。再吃个面包，在山顶吃东西就是香啊，真好吃啊。这就是上西峰的路，哇，挺长的一条悬崖边的路。这两边也有栏杆，看看这栏杆外面啊，都是悬崖绝壁。西峰这边啊，这悬崖是最高的，那里就是西峰大索道，120的那个索道票啊，单程120，比北峰贵多了。这山上还有一个劈山救母的故事呢。你看这块大石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，好像被人用斧子从这儿劈开一样，所以叫做斧劈石。这是陈山。
这是华山东峰，现在早上7点半啊，要去看日出了。哎呀，好早啊！早上特别冷。到山顶去啊，山顶看日出，这里有卖早餐的，看日出回来吃早饭。哇，这小风一吹就清醒了。爬到这个山顶啊，是观日出的东峰山顶。哇塞，山顶的风好大呀！那里已经坐了几个人了，起的都很早啊。哎，台阶还是蛮陡的。这里人挺多吧，有20来个。然后再到这边的山头，今天是1月3号啊，日出时间是7点46。哎呀，哇，这里人也不少。哇塞，这个悬崖好高啊！再看看这边，哇，超级高的，站在悬崖边啊！现在，远处天已经亮了，一会儿从那边日出。哎呀，华山东峰东极绝顶，太阳现在其实已经出来了，但是被前面那个山挡住了。它的光已经从这里发射过来了，那边围的人更多呀！看那个悬崖峭壁上，这个位置真是绝佳。到那里看看吧。哇，还有人在这搭帐篷呢，多冷啊！山顶上风很大呀，尤其是冬天，晚上冷死了。就这薄薄的一层，可以吗？这里也有一个杨公塔，哇，东峰有个塔，西峰有个塔，哇，都在这嚎叫呢。哦，出来了吗？让我看一看。出来了，在这里呢。哇，这边的光没挡住，其他地方都被挡住了。好亮啊！现在日出出来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哇，阳光把那边都照亮了，这还有雪呢。这开始唱了，这里。现在太阳已经很刺眼了，不像刚出来的时候能用肉眼直接看啊。可以撤了，好冷啊，手都冻僵了。现在去玩这个鹞子翻身，这是华山第2险啊。第1险是长空栈道，第2险就是这个了。然后从这里下去，都穿戴上这个了，安全绳了。安全绳挂上，然后31个人啊，在这里排队。进来以后，把这个挂钩挂上了。坐啊我，坐我，在家多鸟，大哥。你看这个下去的路，都是在这个半山腰斜着的啊。这上面凿了几个脚踩的洞。直上直下，必须把这个钩子挂着啊。下面就是悬崖，看这个上面一个挨一个呀。来，给你拍个照吧。都是在墙上挂着呢，你看，都是这么的下来的啊。然后他给了2个挂钩，如果过这个障碍的时候，就要一个一个的解开，不能2个同时都解开啊。这样起一个保险的作用嘛。从这里下来的啊，它就是刚开始这一段比较吓人，需要这个挂钩，因为这里是直上直下的啊。
但只有这么一小段儿。然后那个地方是东峰山顶看日出的，就在山顶的这个下面的啊。走到这边的时候就没什么难度了，不用挂钩了，直接走就行了啊。哎呀，走到下旗亭那里，下旗亭在那里，其实很近的，来回40来分钟吧。我后悔了，我要回家找妈妈。我要回家找妈妈。哦，这个地方也有点陡了，它是在石头上凿出来这个孔，脚要踩到这里面去，那样倒着走比较好走啊。我这样正着走不太方便，但是因为我要拿着手机呢，所以这样子好拍一点。哎呀，还好吧。我操，你追上我了！倒着走就更快一点，根本不需要停，太轻松了 ，so easy。哇！又有一小节的这种路，这个也没啥难度，直接单手抓着铁链子就上来了。它就是台阶特别的窄，你看，如果脚踩的话，只能踩一半。哎呀，这上面好多大石头呀！哦 ，very good， 挑战成功。现在就到了下旗亭了，这是赵匡胤和那个沉船老祖下棋的地方啊。哎呀，这里观景不错的。哎呀，看这里还有一副残局，可以下棋啊，在这里。在下棋亭这跟前看不出啥效果来，应该站在远处才能看到这个地方是三面环绝壁啊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过来。这里就是华山的长空栈道了，华山第一险道，从这个口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前穿上这个安全带。这个我不敢玩，我到这边看一看吧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他们怎么玩的。哇，就是从这里过去啊！你看，从那个门出来以后，顺着这个路往前走，就在悬崖边呢。哇，那么多人呢啊，都挤在这里了。然后要下去，下到这里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前面有一个平台，然后要原路返回。这个我不敢玩啊，那下面那么高呢，这恐高的人不能玩。玩一下要1-2个小时的。这是奇险天下第一山，长空栈道，勇敢者可以挑战一下。这个我可不敢玩，我在这看看就行了，飞无人机看看吧。红色箭头这里就是长空栈道的终点，这个栈道一共100多米，都是修建在悬崖绝壁上的。胆小的人确实不能玩这个啊，它是誉为华山第一险，第2险就是我玩的那个鹞子翻身，第3险就是苍龙岭。这个栈道是谁修建的啊？它是元代时期这个华山上一个修炼的道士修建的。当时呢，他想找一个清净之地静心修炼，所以开建了这个长空栈道。后来呢，就成为每一个游客来了都喜欢挑战的一个项目啊。